正在东南亚进行任内首访的美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妄称，中国在亚洲大搞侵略性举动，而美国对印太安全与繁荣的承诺不变，希望东盟国家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针对布林肯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面前渲染鼓吹所谓中国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的精分式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表示，美方挑动分裂隔阂、煽动对立对抗的做法，在世界上不受欢迎，在亚太地区更加行不通。布林肯周二在雅加达发表政策演讲，先是强调了美国为向亚洲提供高质量基础设施和疫苗所做出的努力，并在安全课题上展开更密切的合作。接着，他切入正题，宣扬美国正推动全新的印太经济框架，重点关注贸易、数码经济、技术、供应链、清洁能源等领域，并指出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提供了超过48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努力的一部分。And we'll adopt a strategy that more closely weaves together all our instruments of national power, diplomacy, military, intelligence, with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布林肯在近半小时的政策演说中，除了不断宣扬美国对印太安全与繁荣的承诺，反复阐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之外，还花费大量篇幅渲染中国威胁，妄称中国通过贸易限制措施打压与其抗衡的国家，还不点名提到亚太地区一些政府正采取措施让互联网变得更加封闭、破碎和不安全。对中国进行完一系列抹黑言论后，布林肯话锋一转，美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发冲突，而是为了防止冲突。美国将确保美中竞争不会滑向灾难。Because the failure to do so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all of us. 针对布林肯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面前渲染鼓吹所谓中国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无意同中国冲突的精分式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表示，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同中美元首会晤的精神不符，也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汪文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美方真像其声称的那样，要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话，就应当切实尊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拼凑小圈子，挑动集团对抗。就应当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而不是频繁派舰机到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滋事。就应当做地区对话与合作的促进者，而不是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地区团结合作的搅局者。美方挑动分裂隔阂、煽动对立对抗的做法，在世界上不受欢迎，在亚太地区更加行不通。为了与中国争夺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布林肯在任内对东南亚的首访自然对访问国家进行了精心甄选。观察指出，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属于海洋国家或滨海国家，美国可以顺理成章以所谓航行自由来给他们敲边鼓。另外，这三国的新经济业态相对成熟，利于美国推销新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将他们纳入美国主导下的排他性产业链体系。印尼是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然后马来西亚这几年在这个新兴经济，尤其像半导体芯片这些方面发展得很快，然后泰国与美国的这个经贸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所以美国与这几个国家是还是有比较多的共同利益吧。至于布林肯的首站为何选在印尼，有分析认为，美防长奥斯汀和副总统哈里斯曾于7月和8月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却偏偏绕过了印尼。而印尼作为东盟的领头羊，又是东盟国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GDP 排名前列的经济体，美国方面认为拉拢印尼就可以从战略层面管理好同东盟的关系，对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The economic ties, of course, with China here into Indonesia are immense.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Indonesia, so there's a lot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Indonesians, of course, very well know
why the Americans are now turning towards Southeast Asia in order to gain more allies. 事实上，美方对于布林肯此次访问的态度非常高调。在布林肯启程前往印尼前夕，美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布林肯寻求实现拜登政府的目标，就是把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此，布林肯不仅会与东南亚国家商谈经济合作框架，还将就防务、网络安全和空间能力等领域展开合作。不过，印尼的态度显然与美国存在温差。布林肯尚未抵达，当地媒体就认为印尼应当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当地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印美关系，布林肯先生，我们还是喝咖啡吧》的评论文章，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比作两人见面后分别是去喝啤酒和喝咖啡的关系，以此强调，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印尼和美国只能算是喝咖啡的合作伙伴，而非喝酒的盟友，一直两国关系未达火候。那美国也是在这个东南亚一直也在极力的推进它这个价值观外交，经常以这个民主人权这套说辞，希望能来这个拉拢东南亚，组建一个抗中的联盟。但是东南亚国家主要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还是更关注于这个发展，对于这个意识形态这些方面还是比较有担忧的。布林肯抵达印尼后，分别和总统佐科、外长雷特诺会面。尽管布林肯不遗余力地称赞印尼是世界第3大民主国家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有力支持者，雷特诺也表示，美国对印尼做出了坚定承诺，但两国外长周二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并未提及美国此前想要大肆推销的防务和网络安全内容，仅计划围绕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外媒直言，印尼对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愿景不太感冒，一是因为拜登政府并未阐明框架的具体内容，概念仍是个空壳；第二则是美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实际投入力度多大是个问号。更有分析认为，美国推行的印太经济框架实质是为了逐步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确保华盛顿充当地区经济议程设置的领头羊。这与东盟印太展望中维护自身中心地位、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是背道而驰的。而在安全领域，虽然在布林肯出发前，美国已经商定2022年国防预算草案，其中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额度达到71亿美元，但美国试图以拨款为诱饵，调动中国周边国家在炒作南海问题上的积极性，恐怕要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和东盟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They wouldn't share this idea of a bullying Chinese force. And of course, they're fully aware as well of the strategic investment of submarines, the AUKUS proje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have done with Australia. ASE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more of a neutral to keep it secure and stable. 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的确是大国竞争中重要的战略要地。就在布林肯访问印尼的同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也在雅加达出访。美联社的报道披露，布林肯前脚刚离开雅加达总统府独立宫，俄罗斯政府的第3号高官帕特鲁舍夫就迈入此地，同佐科总统展开会谈。晚些时候，印尼外长雷特诺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是印尼的好伙伴，2023年印尼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为此佐科总统希望在此期间与俄罗斯开展合作。从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说呢，它虽然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这些大国这个域外的力量能够更加的重视这个地区，这样能凸显这个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同时呢，他也希望这是一种平衡的一种大国政策吧。就是他一方面在与美国去接触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欢迎俄罗斯或者是欧洲国家这些力量，都来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这个合作。